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案，在真心庄园的晚宴结束之后，陈戏剧在约定时间同真有戏进行电话沟通，但对方未应答，于是他便在庄园内进行寻找。有人吗？却发现黑猫喵喵竟死在书房内，口吐白沫，尸体尚有余温，疑似中毒而亡。真有戏，真有戏，真有戏在你房间吗？不在啊。而真有戏也离奇失踪。我们找了半天没有人，没有人。爸爸不在楼上。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身在真心庄园的全部6人之中，他们分别是何童话、张全基、大逃脱、熏魔术、欧小花，以及来访的剧作家陈戏剧。喵喵有可能是闻到了那个奶酪的味道来了，但是因为这个空间里有挥发的绿色的乳清，所以它就死了。黑猫喵喵的死，究竟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希腊神话人物，这个书啊，上面有6个是拿红笔圈出来的。他要集齐这几个人，他一个一个把我们叫过去，又不在，让我们发现一些东西。真有戏现在究竟身在何处？他在神话书上圈出的神话人物经历，又为何能与孩子们的经历息息相关？4月16号，我在书房等甄爸爸的时候，有一个半开的抽屉，我就看见机关这事儿。4月17号，我看到书桌上有一瓶血腥味的精油，他送我的这些童话书全是这个味儿。他刻意暴露自己折磨孩子证据的真实目的又到底是什么？现在争议比较大的就是纳西索斯跟西西弗斯。那我们这种象征干嘛呢？哇，真的好恐怖！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什么原因，他要我们干嘛？就是要把我们训练成古希腊的各种神。真的，训练这个词真的比较正向，把我们残害成古希腊的各种神。他要集齐这几个人。对，他集齐我们干嘛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天，他要干嘛？他一个一个把我们叫过去，又不在，让我们发现一些东西。对对对，还莫名的给我们发现一些端倪。那你投吗？第一票？我现在怀疑侦探的身份有问题，这个饼都交代不清楚。你在你那屋有饼，交代不清楚。我心里是相信你的，那有用吗？但没用。这样吧，你是不是很想投？我也可以不投。那说啥？那就不投了吧。那就不投了吧。那我们接着去搜吧。那我们接着去搜吧。辛苦了大家。万一第2轮我觉得真就回来了呢？真你一定会发现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我觉得侦探很可疑，搜身一票都没有让他投。搜身，搜侦探神啊！哇，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哎呀，咯叽。有吗？肯定是有。哦，肯定是有。有，他沉默了，肯定是有。头发里呢。哦，假牙里呢，掰他牙。假牙，在他的本儿里，本儿里没有。戒指。戒指不对，哦不是，还有这个哦手串。哦，哦，小熊。木雕，木雕。这么冷的天丢出去，想必也会冻死。你是好哥哥。啊？你是好哥哥。那你怎么会是28岁呢？你18岁。其实我12月初醒来的时候，我是倒在雪地里的，然后我被一个好心人给救了。这个好心人就是陈戏剧。陈戏剧。哦。然后同时我听见我的脸跟那个冰冻在一起撕裂的声音。哦。然后之后我就又昏倒，再醒来可能大概是1个月之后。我醒来的时候，陈戏剧已经帮我把身体已经治疗了，而且帮我脸部做了恢复。哪儿的医生手艺这么好啊？手艺真不错，哎，真漂亮，真漂亮，这个不错，这地儿真不错，介绍我们去啊。找了著名的爆款。虽然我的身体恢复了，但是我的记忆削的棱角，哇塞！你们能不能在意一下我的故事？你看看，哎，记忆呢？就是没有记忆了，没有记忆啊没有。记忆了。那你来干嘛来了？然后我就变成了陈戏剧的助手。3天前，陈戏剧跟我说真有戏约了他要吃饭，他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真有戏的资料。当我上网查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照片，我突然想起来是这个人把我扔进雪地里。哦，就你的记忆又回来了。就是有一些碎片被唤醒了，然后我在想，我老师让我去查这个人的资料，大概率这俩人没有见过，然后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顶替他的身份？顶替他的身份，你把你老师杀了？没，我怎么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啊！那为什么他今天不来，你来呢？他可以告诉老师取消了吗？不是，我给老师上头水里下了一点还是用了点手段。安眠药，让他多睡一会儿，然后我就来赴约了。哦，开心了吧？哥哥回来了。对，我就是你欢迎哥哥的那个木雕，确实是我做的。那你刚才是不是想起你藏的那个猫咪上头饼，不是你拿的？哦，是我拿。那你拿那玩意儿干嘛呢？拿那玩意儿干嘛呢？因为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个猫猫，于是我就用我的生日打开了我对猫猫的那个盒，然后我就用那个通文管道去换那个猫猫来。但是那个猫猫来了之后，它闻了那个饼干，它没吃，它就走了。那过期了。对，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它过期了。哎，那就是说你可以开那个箱子了？哪个箱子？就是密码箱啊。密码箱可以啊，这是我的生日。走。太好了，那就是张也没有打死哥哥。太好了，你回来了。太好了，对，太好了。你也不是侦探了，那没侦探了呀？那等于说，我们6个人都是。对，走，孩子们。我觉得这房子这么大，中间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东西啊？感觉这些画是不是能动啊？哈利波特，不会待会儿又可以转那些神像吧？对。哦，这个是客房，这客房我还没来过呢。我也没来过。在那个床底下。这儿。哎，这儿。哎呦，我这么大劲儿啊！我可以练。啊，这箱子密码是什么？他的生日啊0101。0101。我是被领养过来的1月。他是领养过来，1月1号来的。开了。哎，开之后有什么呀？哇，全是上头饼。
说什么？亲戚们都不要我，爸爸妈妈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是你吗？你小时候撞车出车祸了。对，我的父母跟我一起出车祸了。哦，然后父母都死了，亲戚都不要我。哎呦喂！福利院的老师都说大孩子不用照顾，我只能自己玩。你是福利院里比较大的孩子。对，我在孤儿院，我因为年纪大，老师也不怎么管我，只有爸爸给我的小熊手串陪着我。也是那时候开始自己练习木雕，雕了很多木头小熊陪自己玩。真爸爸带我回家，弟弟妹妹也陆续来到家里，我一定会做好所有人的大哥哥。哦，就是这个，你瞧，这就是正向的，是不是？受了伤害之后要保护别人。这有个日记本。224年4月20号，真爸爸说，发现弟弟妹妹有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才是值得被看重的大哥哥。可我偷偷告诉真爸爸，张全基偷拿手电筒，熏魔术不睡觉，找和童话玩耍的事情后，弟弟妹妹的关系变差了。他们连欧小花的生日都没有准备礼物，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大家知道是我，会不会再也不理我了？所以我没有给你准备礼物。都是他做的，是吧？就是那一年之前，你们每年都准备，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那个真有戏，让我看看弟弟妹妹们慢慢长大了，有没有什么就不好的动向，我们的关系就变不好。对，然后我就告诉了他一些小消息。确实是有一次我跟因为勋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俩出去就是玩，然后第二天就被爸爸说我们不应该夜里去花园挖东西，对吧？对，后来4月份他的生日，大家就没有给他送生日礼物嘛。但是我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就替所有的哥哥给你送了礼物。224年5月10日，这几个月我总是重复相同的噩梦，梦里全是车祸时皮革燃烧的味道，谁也不要我，谁也看不见我，我好害怕。啊，你是皮革燃烧那个味道？车祸，对。大概2年前，我开始经常做噩梦，梦里似乎总能闻到车祸时皮革燃烧的味道。每到这时，我就会哭醒，睁眼到天亮。224年6月10日，爸爸给的好哥哥认证越来越少了。爸爸说我真的很没用，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我是不是真的有病？224年9月10日，我真差劲。224年11月10日，我真差劲。因为他都会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疾病嘛，是心理的这种阻碍啊。对。不是，你是真的有心脏病吗？走。啊，天哪！去我房间吗？来，请进。打扰了，哦，好漂亮啊！阳光房。对，我是个玻璃阳光房。那儿，那有一个纸，那有一条纸条。那儿有个纸条，就在那儿。哎呦！新的抗凝血剂已经准备好了，你记得早点找我来拿。不能让欧停用，否则容易露出马脚。另外，上次你定制的可调节电动秋千的效果怎么样？用上去后会心悸的感觉是不是逼真？记得电流别调太大，容易导致昏迷。天师老板，他就是故意让我看见的这个纸条。这个就是他那个半拉的抽屉里边。哪天去的？我不是去，就是真爸爸后来给我检查完了之后走了，就掉在这儿的。啊。他就留在这里给我看到的，故意的吧？对，他就故意让我看见的。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抗凝血剂。哎，你怎么那么厉害？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长期服用对肝脏损伤极大。他给你喝这个抗凝血剂，他故意让他产生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对，我每天喝的16支就是这个。哦，然后他又故意让你知道这件事儿。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我不知道，他丢在这里了以后，我就去办公室了。我去办公室就找到了这个凝血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逻辑不通啊。他就是跟那个预言那个，不是就是16的那个吗？古希腊纯对。那个就在阳光嘛，那里我记得那里头写着有。
就是我除了睡觉的时间是黑的，其他时间都是让我保持在一个兴奋或者是，就是光照的这个时长，就特别长。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代表了一种美德？一直让你充满阳光，是因为你是其中的一种美德，需要阳光来照。他给他喝石榴汁儿，对那个女神拿一个石榴是吧？对，如温室花朵一般被幽禁。都是那个元素，都必须有。好，懂了，走下一家。我走。那些古希腊的神到底是干嘛的呢？哦，这屋好看，跟卖窗帘的似的。哇！来变一个，来，不精彩我们就虚你啊。哇，哪有魔术藏这么久的不让观众看？那儿有镜子，你都穿帮了。不是近景魔术吗？怎么回事？这对啊掉地了。就会看他，看见这个，这个球没有吧？对不对？球在这儿的吧？没问题，对不对？打开没问题。球拿出来，搁在你手上，3、2、1，走，有一个。那这再给我，您看看这。这帽啊，这我来手上。这不得不说变得比你好。因为我学会这个。搜不搜证？快说吧，藏哪儿了？这个啊，哦，找到了。童话书和兔子哦，你原谅他了。谁原谅谁了？你原谅谁了？这兔子哦，原谅那个他杀兔子那个事儿。哦，但是你为什么收起来了呀？他还给弄了。论文，论如何催化人格分裂症的病情，真有戏。他写的，我们是人格分裂中的一种吗？一些人吗？你看，学魔术，病症，人格分裂症啊，解离性身份障碍啊，副人格产生的原因，童年时期经历火灾导致主人格产生逃避心理，自我保护机制将童年火灾记忆强制转移，从而产生副人格。就是主人格为了保护自己，他把这件事情放到副人格身上，自己就安全了。强制转移了。研究过程进行红黑牌的实验法。爸爸说每天拿这个牌扮演不同的角色吧，红牌比较叛逆一点，然后那个白色的那个呢就比较温顺一点。对镜与自己对话实验等，发现这些实验确实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利用童年火灾创伤，选择让其接触火焰魔术，刺激下发现副人格出现频率显著提升，且主人格至今仍未克服对火焰的恐惧。天哪，这是什么啊？对话吗？在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然后不是那个胎记，这是他烫伤，大火烧的。我妈妈在这个火灾里去世了。哦。然后我爸就一直怪我说是这个魔术的事，所以从此以后呢，遇到魔术跟火，我就会产生一种应激反应，啊，然后我的副人格就会出来。他想让你的主人格消失，不是他想让我主人格消失，因为等于主人格、副人格他俩一直来回跳，然后等于副人格记不住主人格参与的事儿，所以我会一直在便条上说我有些性失忆。哦，他其实是主人格告诉副人格你做过这些事，你明天要做这个事情，他不是忘了，他是来回跳。因为他一直在逃避嘛，这个主人格一直在逃避表演这个火焰魔术。后来就全是等于副人格，就是他一逃避的时候，那副人格出来了。出来之后，他等于去帮他把火焰魔术，因为他其实不害怕火焰魔术。所以今天吃饭之前，我才可以表演火焰魔术。你现在是副人格，对。那不是还蛮好的吗？
那就说明你还行啊，就是怎么都能接活嘛。对，听起来好像活还行啊，有抗拒的东西，马上有另外一个东西帮你。不是，他的主人格已经快被杀死了，因为他副人格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也就是大量的挤压了主人格存在的时间，而主人格才是真正他自己脑海当中想要控制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事情。可是他大部分都不记得了。等于这个也是我在真的房间发现的。对啊，那肯定呀。然后你记得那个兔子，就这个兔子的时候，等于主人格一看到兔子死的时候，他因为害怕，恐惧，想起来了。当时我就是抬起头来，他看了我一眼之后，那个眼神突然一下就变了，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冷漠。等于副人格一下就出来了。就是每当副人格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知道主人格一定被欺负了所以他无尽的保护这个主人格。他有一种潜意识是主人格的哥哥所以他一眼他看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他说哦这个兔子死了，然后看你肯定把兔子杀了。那油漆还是你泼的呗？对。首先我在保护他或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给他制造麻烦，所以我必须要暗地里来搞这些。所以我觉得暗地里好明显，你的暗地好，这个暗地里好明的暗地，暗地里只是不被人亲眼看到，是吧？不是当面泼。你这哪天去的4月19号，你19号去的是吧？对，我是17号。你是18号吧？我好像是18号。4月16，对16、17、18、19，你是16。上楼吧。勋是纳卡索斯，副人格一直在保护他的弟弟。与水面的倒映互诉中场。自恋的那个。上楼吗？上楼吧。这边上。这也一样。每个角度都可以。合同化。哇，房间好漂亮哦！我的房间还不错哦。看看呗。我搜过这熊了。哇呀！哦呦喂，这还小黑兔。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小黑兔，还是你自个儿来关闭点。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小黑兔，森林里所有小动物都害怕它，因为它的背后总是跟着2个可怕的鬼魅。鬼魅，我那个杀人犯的父母。鬼魅与小黑兔如影随形，只要有小动物靠近，便会出来张牙舞爪。小黑兔渐渐也习惯了独自在黑暗中生活。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个魔法师，哎，亮了。他看出了小黑兔对光明的渴望，用自己神奇的魔法把小黑兔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小鸟。鸟儿挥动翅膀飞向了太阳。放心去飞，勇敢去追，说好了从此后不掉眼泪，这就是勋。这勋他知道我从小就被人孤立嘛。有一天他说：“活童话，你来，我给你看个魔术。”就是他的所有兔子里面有一只是小黑兔，那个小黑兔呢，在我心中就是我，因为那些小白兔不怎么跟这小黑兔玩啊。那小黑兔在这个兔群里面就显得特别的孤独。他就在我面前变这个魔术之后，突然那个小黑兔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小鸟，然后啪啦啪啦啪啦一下就飞了。他说：“你看，你要相信光，你要相信你有希望，你要相信小黑兔有一天也可以变成白色的鸟，可以往前飞。”对。飞得更高更远，特别是有了勋之后，我其实是慢慢的在向往阳光的。结果没有想到，我先是杀了那只白色的鸟，后来我就把这个绑在我头上，不让自己睡，可是还是睡着了。结果醒来之后，又发现我又杀了那只小黑兔。然后他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还说你是怪物生的孩子。对，那一下又给他一下拽回去深渊里了。对。那真的是你杀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所有这些暴力倾向是被人用一个血腥的这个精油，对，在不断激发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把我激发到我会在梦游的过程当中杀什么杀生，还是说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梦游？
那刚才这个只是一个你的艺术创作，对。我觉得我对应的是，伊卡洛斯，陷在这个黑暗的幽闭当中，然后向往光明。接着搜吧。走。啊，那我们现在去哪儿？收到收到。哇，好可爱！哇，好可爱！你要看他们那个很牛的床吗？怎么操作啊？哦，可以，我给你躺一试试吧。被子拿走，啊，这个不用了，这个拿走。好，对，预备，往下，你来。哦，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了。厉害吗？等于就把它盖上了。对，它就幽闭空间，它就更恐惧了。哥们儿每天就跟被挤压的饼干似的哈。好吓人啊！好可怜啊！我容易嘛，我这一天到晚的，我这命太惨了。为你也是费了心了，真。为你也是费，还专门定做了这床。重点是他在你来之前，他就给你定做了这么一个床。对。8月31号来到了我们这个真心庄园，哎呦喂，也是用心哈。找找吧。哎，这里挂一东西，挂一什么东西啊？是脸面吗？挂不住脸了吧？解不开，有人去。哇，这拼图，哦，来拼，来，我最喜欢拼图了，来。然而拼图呢，其实可以在陈老师的那个屁股底下拼，是更科学的。来这儿，这儿，在这儿。哦，真的，嗨，还是你不让我们走弯路，可不嘛。拼完就打开了这个箱子是吧？我觉得这箱子应该是能开的。啊，拼完就能打开了，好棒啊！呀，这不是我吗？哎呀妈！才看出来呀！哇我来看看。哇！开了。哇！有一个手电筒，还有好多盘儿。哦，就是盘是吧？惊悚乐园古宅惊魂。这个是重要的。这是你玩的恐怖游戏。对，这个就跟你有关系。金腰子拳击比赛。拳击比赛，因为这个是让我相对比较崩溃的啊。这事儿是一步一步先说，我先说第一步。好的，也可能感人是真的，精彩到一般。因为我不是每天要带着那个 VR 逼着我每天那个拿那 VR 就在走吗？他们老一边走一边电击我嘛，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嘛。有一天我走着走着，突然间有一个手搭在我肩膀上，然后我就听见一个声音说不要怕，应该就是他。说不是密室逃脱吗？哥们儿，我铁坦了。他说他是铁坦，我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上过秤啊？不知道得是几斤几两，对不对？他说他会一直保护我，说慢慢走，慢慢走。但是我越走越想吐，因为他老在那个电击我，我活在深深的恐惧里。他说你把它摘掉不就行了吗？一切就不存在了。我说这叫不行啊，真会不让我吃饭的。他说但是你要面对黑暗，你要面对你的恐惧，战胜它。对，战胜它。后来我每次我走的时候，他都陪着我走。可是你在 VR 里啊？对呀，对啊，所以说我站着说话不要疼了。你这没事怕什么？我铁坦。之前真是跟我说你就是怕黑暗，他就越说我，然后我不就越怕嘛。他这边说你面对黑暗，我心理状态就不一样了。可是这个现实当中的手电筒在 VR 里能用吗？这个手电筒是跟那个 VR 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发现他晚上都不敢自己去上厕所。
我就发现他真的很怕黑，然后我就去真那儿偷了个手电筒出来。有一次我从爸爸那儿拿了个东西，然后他就来指责说我偷东西，然后那天就把他给打了。可我偷偷告诉真爸爸，张全基偷拿手电筒。对，他说他每天他就照着我，然后我们俩变成好朋友了，真好。后来就变成他去练拳击，我也都每回都陪着他去练拳击。哦，真好真好。他后来鼓励我，我说谢谢你，咱们是好朋友。他说你就跟着我，等咱们18岁之后，我出去参加金腰子比赛了，我一举成名，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拳击手之后，我给你买一个洒满阳光的大 house。他给我买房干嘛？这就是3万元那耗子不是你住着的吗？你住着的。不是他那屋转给我就行了吗？然后他成为了我现在心目中最亲密、最重要的家人。他的善良照亮了我的前程，是这样的，对吧？其实妹妹欧小花，一直都有好哥哥作为她最好的朋友。你一直都有张全基的，我一直都有勋作为我最好的朋友。哦，等于我们还彼此都有，我们彼此还都是找到了一个朋友，对。我的2个人格还能互相照顾。你那2个人格实在太跳跃了。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的？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可以看。真有戏。根据您之前发给我们的拳击视频，我们一致认为张全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夺冠选手。是的。但上次来信您拒绝了我们，说张全基患有一辈子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极其暴躁，无法参加比赛。对此我们深感惋惜和遗憾。把他的梦给弄碎了嘛。我的目标是成为金腰子的拳王。这个事儿呢，就是酿成了我就是非常的生气啊，对真已经就是发狂了啊。激发他的契机就是他把他给毁了。他是把我的光给挡了，我唯一的光。你怎么发现的这个？怎么发现了？就是说咱们这些小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啊，都特别天真可爱，但是进别人家都爱翻东西。我去找他门又没锁，这时我就看见了桌子上有这么一个撕碎的这一个东西，然后我还发现了有一个特制精油的说明书。也是那个说明书，你看见了？对。因为之前我跟他一块玩那个密室或者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俩会互相陪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急，突然间暴走，就疯了。这人你也莫名其妙。对，一发作他就马上跑走了，但是他一直没打我。哇！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找出去的，然后这个我很生气，我就把它撕了。就是我觉得他一直在骗我，这个金腰子他根本就不让我参加，所以就是全部都是骗我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每个人呢？对，不知道为什么。再继续找吧。你是那个西西弗斯，周而复始，就是说喜欢被惩罚。这边是张的，张全基。嗨嗨，哇，是不是这屋很酷？好酷，好酷，好酷，很荷尔蒙的一个房间。可是还能藏哪儿呢？我这都翻过了耶。这个里头呗。没有。这儿呢，这儿呢。找到了，真棒。 5万元，付款人是真游戏，收款人是地下拳场的负责人。2020年的11月10号，此款用于支付0824生日孩子的赎身费用啊，然后请确保孩子于11月10号晚10点前逃跑离开拳场。
最后安排打手将其殴打，但不致死。哇，这分寸掌握的。等我我出去营救时停手。哦，后续我将亲自接应并安置该孩子。哦，就是他弄的嘛，对吧？就你来到这儿，来到这儿肯定是他安排的。2020年的12月20号是真爸爸把我带到真心庄园的时间，然后他也知道我的特长是打拳，然后所以我来了之后，他就给我准备好了一个跟拳击有关的房间。我为什么是会在这个地下拳场啊？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非常的暴力，因为我从小一直在被暴力所折磨。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他把他的这个生活中的所有的不顺都发泄到我身上。哦。我为什么会害怕那个古龙的味道？就是因为那是我爸爸，他就用那个香水。然后他每次打我的时候，随着他的运动，他的汗的挥发，那个古龙的香味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就是说，人呐，经受暴力之后，会有一种对暴力就是既抗拒又着迷的一种态度。我也只能在打拳的过程中解脱自己，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地下拳场。后来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不能一直在那儿待着，然后我就想逃跑，然后一堆人把我给打了。后来是真爸爸把我救了，但是直到我发现说这个其实我从拳场逃跑的整个事儿都是被他所安排的，而且他了解到我所有的过往，就是他知道怎么用古龙这个味道来刺激我，来加深我的病。他为什么这么呕心沥血的要知道咱们？他这个一定有他的仪式感，而且他用了好多年来酝酿这件事。哇，这也太费劲了吧！都是他自己的经历吧？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他这都是他经历过的事，咱们不知道他跟他当年杀了他的那个真家主，就不知道真家主对他做过长期的控制压抑。我们是不是得去那个密室看看224年12月1日，不知道我说我没有去书房，真有戏有没有相信？我一定要保护弟弟妹妹，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我该怎么办？真相，书房，就是那天我们在捉迷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我那天带着大家去就玩捉迷藏嘛，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藏在一个你们找不着的地方，然后我就藏进了爸爸的书房唱片机的那个下面的小柜子里啊，然后我就隐约听见爸爸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然后从那个书房的侧面出来，按门然后但是我的那个手镯有一个小木雕不是掉了吗？然后就被他发现了，然后他就把我迷晕了，放在沙袋里，让他打你。那个文件是什么东西呢？文件，你们去看吧，反正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走。我已经确定身份了，赫拉克勒斯在诅咒下癫狂，以暴力对抗命运。而且我相信他那个门打开，里面应该有密室，是不是？哇，密室啊！这是张哥最擅长的密室来了。密室谁？密室大头哥。对。好哥哥是干嘛的来着？他是个什么传递者啊？对，赫尔墨斯，最忠诚的，且可以帮他传递消息的。在哪儿啊？在你的恐惧里。我在哪儿啊？应该说，我失忆了。不会一会儿他灯灭了吗？这就是那个暗门吗？通风管道。这个。哦，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把这几个摆上，摆对位置了，就开门了。对，密室逃脱嘛，开始了，猜自己的身份。
我绝对是这个。我应该是这个。我是这个。按哪个顺序摆？按这顺序摆啊？对，按来的顺序啊。我是3，我是3，我是3。3在这儿。我是2是吧？我是1，我是4。哎，我是5吗？对，快。哎，开了！啊！什么呀？爸爸，真哪里头呢？啊！快进去！孩子们，谢谢你们亲手杀了我。什么？孩子们，谢谢你们亲手杀了我。陈戏剧收的。哦，你不是陈戏剧。亲爱的陈戏剧，看到眼前的一切，你是不是浑身兴奋的发抖？相信我，当真相揭晓的时候，你一定会更满意。你再也不用为了创作新版的剧组而苦恼，毕竟我已将终章呈现在你的眼前。这是他今天约陈戏剧过来，是要给他演一出戏。他也是把自己的死放到了这个戏剧的终章。黑猫口吐白沫了。爸爸去哪里了？故意给你看的。啊！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多次的让我们去到房间，去给我们看到一些线索？半开的这些抽屉，给我们杀鸡。他诱惑我们去杀他吗？应该看一下尸体。先看看尸体。搬一下，看他是怎么死的呢？啊！中毒。哦。扫地机器人打翻的这个毒药。身上有东西吗？烟。他抽烟了吗？那个跟那外边有一个烟。抽了一根烟。他有手机。他8点有一个陈戏剧的未接电话。对，他让我给他打电话嘛，让我20点给他打电话，说明那会儿已经死了。这里有一根锁。那得找钥匙开那柜。现在我们找找。哦，哇，这里有钥匙在，快打开，快打开。打开了。哇哦，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哎，还有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弑父遗云。什么东西？俄狄浦斯王。哦，弑父。第4章。我不是天生的怪物，所有的孩子在他命运的引导下都将成为弑亲者蛊惑，我会证明。还要用这件事情证明。先看这个真的日记本，06年的4月23日，今天是他的忌日。我做了噩梦，梦里他再次用最刻薄的语气告诉我：“你永远不够好。”我想起那一天，他又一次拿着成绩单大发雷霆。
说我不配做他的儿子。他找到了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孩子，他要收养他，让我滚蛋。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倒在了地上。哦，他也是被爸爸逼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这一刻我终于可以呼吸了。2007年的4月23日，大家说我是天生的怪物，说我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永远不会被原谅。他们只称赞他的成功和完美，却从未想过我经历了什么。啊，2008年的4月23日，就是到了就是忌日这天，也是今天，今天也是他父亲的这个真家主的忌日啊。我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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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错。他没错。这个你们知道吗？他在肿瘤科诊断患者因脑部肿瘤压迫神经导致精神错乱加剧，出现持续性头痛等不良反应，预估生存期约6年。等于在19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只有6年的寿命了。19年就是今年25年。哇，这个很厉害哇！怎么着？他有名字。好。一个个来吧。好哥哥。皮革味的精油吸入能激发人的负面情绪，使人处于情绪极不稳定的状态。皮革。哦。就是皮革烧焦的那个味道。这几个月我总是重复相同的噩梦，梦里全是车祸时皮革燃烧的味道，谁也不要我，谁也看不见我，我好害怕。养育家族基因，拔苗催熟，都是这个顺序哎，一样的顺序。但是你是叉子。他没完成，他在你身上没完成。我是被歧视，我是被甩锅，我是被抛弃，我是被家暴，你是被欺凌，我是家族基因。哦，你是家族基因，家庭基因，家族基因。为什么是家族基因啊？是不是我跟真有什么远房的亲戚关系啊？我确实记得小时候我在去辗转寄养的时候，确实去过一个姓甄的亲戚家，但是没过几天就被赶出海了，我又去其他地方。这也是唯一没成功的，就是没成功的这个。不是，家族基因是成功的，到拔苗这步成功了，绽放没成功。没给你绽放，绽放是什么？我是这样的，你看他写了，但不能让他知道没杀白鸟和兔子的秘密，这不是我杀的。这不是你杀的。他说他已拿走，这表示我已拿走。特制精油，就是绽放的过程。你拿走论如何催化人格分裂症患者病情。我是已拿走机关这个设计床 VR 游戏设计图。已拿走特制精油说明书、转账单、金腰子菜式组回信。你是拿走什么？一瓶那个老板的回信，黑市老板的回信和抗凝血剂。然后电机那个东西，他伪装了一个黑市老板，其实根本没有黑市老板。这些看看还有没有用。哦，这有个，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哦，俄狄浦斯实验计划，养育、拔苗、催熟、绽放。从2019年到2025年，预估生存期约6年。我们都是20年来的，他就是19年的时候知道自己只有6年可活了，所以他从20年开始发现了我们这些孩子。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养育将真心庄园打造成实验场，领养与自己有相似原生家庭创伤的孩子，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儿每个人的这个被家暴、被这个都是真曾经经历的事儿，嗯，被歧视、被甩锅、被抛弃、被家暴。被欺凌，家族基因。以保护和关爱民，切断实验体与原生家庭以及实验体之间的所有联系，利用六边形巩固父权观念，建立实验体对父亲的绝对信任。真爸爸带我回家，弟弟妹妹也陆续来到家里，我一定会做好所有人的大哥哥啊！一堆人把我给打了，然后就后来是真爸爸把我救了。爸爸就跟我说不会抛弃我。今天真爸爸带我来到真心庄园，他说以后这一天就是我的生日了。真有戏，跟我说他能照顾我，他说他能给我光明。他说我给你一个家，然后你一定要相信，你喜欢童话，你就能找到童话。2. 拔苗。针对实验体的不同特性，实施定向操纵手段，利用特制机关及气味散播，完成感官绑架；利用看似正常的奖励手段，激化原有心理创伤，完成正向反馈陷阱，最终产生器质性精神病变。他知道怎么用古龙这个味道来刺激我，来加深我的病。后来有一次我当的时候就开始头晕恶心，我晕倒了。这几个月我总是重复相同的噩梦，梦里全是车祸时皮革燃烧的味道。爸爸呢说每天拿这个牌扮演不同的角色吧。他会源源不断的送我的这些童话书，全是这个味儿。我发现我写的童话故事越来越暗黑。他给我讲完鬼故事了，这床陷下去了，重现我那个山洞塌方的那个声音，然后滚石就一直让我活在那个噩梦里头。3. 催熟，根据实验体的精神缺陷进行语言打击或极端操作，加剧其内心矛盾与自我怀疑，激化他们的过激行为。真有戏，让我看看弟弟妹妹们慢慢长大了，有没有什么就不好的动向。爸爸给的好哥哥认证越来越少了，爸爸说我真的很没用，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我是不是真的有病？我真差劲。我爸爸说你的命是我捡回来的，我要怎么说我说了算，你就别想出去了。如果我的这个数值不对，我就要受到更严格的规训。火焰魔术的时候我都逃跑了。爸爸来指责说我偷东西，然后那天就把他给打了。有一天我醒来，我发现我房间有带血的刀和带血的羽毛，我又杀了一只黑色的兔子。因为那个 VR 也是一个密室，我一进入那个密室里头，有各种东西吓我了，然后各种各样塌方，然后呢，我只要往前走，就是开始电击你，你每天不走完了，他就不给我吃饭。4. 绽放，引导实验体发现真相，激化其愤怒与仇恨，引发最终的弑亲行为。提前备好毒药将成为最佳的催化剂。225年4月23日便是我谢幕的终点。我已将终章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个好像是我那天看到的那个文件，这东西掉在书房，他一定看到了我的秘密。哦，就你发现了这个，所以他没法做了啊。那你必须得死。对，我就是发现了这个计划，打到自己也精疲力尽，但是我没有想到，好哥哥在沙袋。有一个问题哦，我们后天就要走了。对呀、对，而且本来说18岁可以离开这儿，他后来不让了。对，就在一起，不要离对开，我们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对。其实这是一个谎言，他要给你一个底线，因为他要在他父亲忌日的这一天实施他的计划。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产生了杀机。对，因为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对，是的。我们中间有人随了他的愿，成了弑父者。虽然他是养我们10年的爸爸，但是他通过这些方式去加剧我们的病情，让我们最后会动手去杀他。他想要证明不是他的问题，是爸爸的问题。是爸爸的问题。是。对，这样他才能从当年自己弑父的这个情节里边走出来。出来。他认为这是宿命，就不是我错了。所以他才说：“孩子们，谢谢你们亲手杀了。”谁做的呢？
但是他想完成那个目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动手才能证明。就是说他希望是咱们几个人联手。对，你看啊，他不知道好要回来啊，对吧？他准备了5种毒药，我们中间是5个人都参与了吗？还是他希望我们？他希望5个人都参与。他故意跟我们说的，毒药今天要杀虫什么的，让所有人都接触到毒药里。他要证明的是，所有孩子都会。我觉得是，这是他的理想状态。有人弄了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烟，有人弄了这个烟，哦，我们得凑齐这5种方式。有人弄了酒，有人弄了奶酪。哎，都在外边桌子上呢，出去看看。能下毒的，你看啊，气体、酒、奶酪、烟4个，还有一个呢？因为他没有估计到，他有的儿子根本就想不到，我准备用我的拳头打死他，我就没往毒药那儿想，哦，你愣哈，就是你是直接想给他一拳闷死，所以少了一个毒药啊。他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这个音乐很奇怪。朋友们，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意思？开机时间就7点10分。7点10分，他开始欣赏音乐了。他什么时候开始来这喝的酒啊？他6点55的时候离开的餐厅，对吧？那就是那个点儿，他来这屋来享受来了。然后他在这儿喝那个上头水，抽了一根烟，然后觉得自己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他在这儿享受完、吃完，然后进去了，终于可以死了。进去完了开始拿笔写字儿。可是最终是哪个让他死的那一瞬间呢？是谁是凶手？这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还有东西啊？书架。哦，这是个盒。这是个盒子啊。啊！便携式检测仪，测试纸。啊，是毒的。哦，将接触过测试物品的试纸放入检测区，机器将自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可在电脑软件中查看。哦，那电脑可以开吗？哦，开了。开了。药物分析软，请将试纸插入检测区。来，那我就把酒。这放这儿。对，先测这个烟里面有没有，好不好？好，你应该测他抽的烟吧？他一弄肯定弄这一盒，他不可能弄一根儿。好，先看看香烟啊。好，来，这个香烟，对。哎，检测中，稍后。该试纸上未检测出毒素残留，烟上没有。把那个烟屁股拿过来。是那个烟呀，不是这个烟吧？拿那烟屁股。那不是啊，那问题他怎么知道他抽的是这根儿啊？好，烟屁股。把那嘴儿也扫一扫。对，咱们都细致一点。有蚂蚁多端。不是，那他怎么做到这一盒里就这一根有毒呢？来下一个酒。这个酒，
酒上有蚊虫一锅端，黄色的毒。奶酪，我把那个香薰拿过来。那一共就4种啊。对呀、他说第5个是他的拳头。你打他了吗？没有。你的拳头没碰着他，你没有出力啊。对啊。你就是凶手了呢。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出力，太可疑了。该试纸未检测出毒素残留，就是说明奶酪没有。那猫咪就没有吃，那猫咪闻的就这个了。必有毒啊！这里。哎，最后再测一下它的嘴唇不就好了？哎，你真棒。蟑螂一窝端，那我测一下嘴唇啊。好，来测。该是指残留有毒素无法识别。那给猫的，猫是让气儿熏死的。是，看猫，测猫。测猫那个白泡哦，猫的嘴。无法识别。现在怎么只有2种毒是吗三种。烟酒气味，白色的、无色的都没找出来。白色无色是不是混合了？这个奶酪里面没毒是什么原因啊？奶酪就是没毒吧？那就是没毒呗，没下呗。哎，那如果说奶酪里面有毒的话，奶酪没毒啊？不是奶酪，它只是底下没毒啊。那要不要试一下那外面的包装啊？我去拿。哎，在哪儿啊？奶酪包装？奶酪包装在我都没去过厨房的，我去，走，在厨房的那个垃圾桶里。它有没有可能是吃完那个底儿是没毒的，但是它放在面上？这。哦。走。这是啥？测这个，来测一下。面儿。测奶酪盒，去看一眼。有吗？检测中了吗？有毒但无法识别。啊？奶酪盒有毒？奶酪盒上有，但不知道是哪种。无色液体放在哪儿的？无色的东西放哪儿都行。对。奶酪上的毒是什么颜色吗？是白色的。奶酪不是无法识别吗？你的意思是那个白色的毒才能下在那个白色的奶酪里，对吧？哎呦哦，什么？每日香薰燃烧时长60分钟，它烧完了。哦，有一个时间。哎，这下边就是这个颜色啊，这就是绿色呀。它得把毒得藏在第3层，它这样它涂上去就看不出来了。对，因为它本身是绿色的。然后得烧到后1/3的时候，毒气才能出来。哦，等于60分钟的话，那应该到这儿已经40分钟了呗？对。
7点半以后就没有办法用毒药了，因为7点半到8点之间很有可能这个扫地机器人就把这个毒药打翻了。那等于说7点半之后就不能去接触毒药了呗？对，7点10分之后就不能进来下这个绿色毒了。7点10分就是因为你说那个音乐的事儿啊，对啊，就算最晚是7点10分，有人在这个蜡烛里下的毒。不，就7点10分点燃这个蜡烛，点燃这个蜡烛，点燃这个蜡也要超到7点50，它才能烧到绿色部分。那7点50他还活着吗？所有这些毒药都是立刻死亡，是吧？不应该，他这立刻死亡，他写不出这字儿来。嗯。哦，有信息。药老板说之前买的毒药套组还满意吗？套组就5个，对吧？它有详细说明，详细的说明，补充完整啊，来了 ，PDF 文件，啊，这么长，来了，它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蜈蚣一锅端是白色液体，10分钟之后立刻生效。黄色的这个蚊虫是60分钟后立刻生效，然后蟑螂一锅端是绿色的乳液，25分钟后立刻生效。蚂蚁一锅端是黑色的液体，55分钟后立刻生效。老鼠一锅端是无色液体，20分钟之后立刻生效。如果它摄入了多种药物，则混合药物的生效时长为所有摄入药物生效时长的平均值啊。等一下，还有哦，毒发时间从该生物摄入第一种药物的时间开始计算。同时，请注意，请勿将蚊虫一锅端与蟑螂一锅端或老鼠一锅端同时使用，因为摄入2种药物之后，2种药物将全部失效。还有抵消啊，有解药，还有解。哇！那他要是把5种全吃了呢？10分钟的蚊，他会不会不知道这个说？他不知道。然后呢？10点10，有互相抵消了的。你看，比如说他示例，他这个10点钟的时候，他摄入了60分钟的蚊虫一锅端，然后10点05分又摄入了老鼠一锅端，是20分钟。这俩是互相抵消的。然后呢，10点10分的时候摄入了55分钟的蚂蚁一锅端和25分钟的蟑螂一锅端，以及10分钟的蜈蚣一锅端。然后10点半的时候，他死了。但是10点钟的时候，他摄入了25分钟的蟑螂一锅端，以及55分钟的蚂蚁一锅端。10点35摄入了10分钟的蜈蚣一锅端，然后他死了。如果他同时中了白绿黑，他就会平均成30，他就会在30左右死。这个没有能抵消的，因为它的时间已经是变成负数了，就是它是一个瞬间就倒下了。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算是什么东西把他杀了呢？那现在你既然黄的和绿的抵消，那么在这儿下绿毒药的人跟在这儿下黄毒药的人都不构成杀他的凶手了。所以现在下黄毒的、绿毒的和白毒的、透明毒的透明毒的都不是凶手，对吗？你就可以认了，因为你们是相互抵消的。那什么毒是凶手？白毒和黑毒，就是往烟里下的。可是为什么这一盒里面都没有呢？只有那一根单独的有。是不是可以到外面去讨论了？对啊，走。
我想问一下，他中毒啊，他是测完所有有毒，还是他观察到了这些？他测吧，他怎么观察？他。还有一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参与这件事情，他才说你们？对，因为我一直觉得2个人以上就不是你了，就是你们了。他这个计划只要有别的例子，我就不是特例。我认为啊，真只要在现场查到了5种毒药，他就认为我们5个都参与了。还有，我觉得他查到5种毒药，他会把5种毒药都吃下去。对。那请问，如果他没有查到5种毒药，他今天的计划他就不实施了，对吗？他就不死了，对吗？所以他今天要记人，我就觉得他只要断定有1、2个人动了手，他就可以写你们。咱们现在说他中了几种毒吗？一共？烟上黑毒，蜡烛上的绿毒，酒是黄色，奶酪说不准，你不知道它是白的还是无。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离场的时间。对，我是6点55就回房间了，对。我是30分去的洗手间，35分回来的，然后在55分大家一起走的。虚你是几点？6点55。我也是6点55。啊？你们一起住？那前面离席的只有我吗？6点15啊！我去厕所了。回来了吗？回来了20，回来了5分钟。然后我是6点05，我没回来了。好，真做了什么？真送你回房间之后，回到了餐厅。对。那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他是在6点55之后离席的了，离开餐厅，对吧？对。所以我们来盘一下，他6点55回去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他的顺序是什么？他要从你摄入的第1个毒药开始算起。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定7点10分的时候打开了唱片机。而且我认为7点10分就是他中黑毒的时间。7点10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烟，就其他的烟上没有毒，而且烟是一个黑色的毒。我知道了，就是说他的毒不是下在烟上，那个毒没有下在烟上，下的是唱片的表面。他要用手去开相机、开唱片的时候，他只是摸过。中黑毒是他的手，对吧？他所以7点10分中的黑毒，7点10分准确的开那个电唱机之后中的黑毒，对。那么如果他只中了这个毒的话，他是8点05分死，对吧？可是8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死了，因为黑毒要55分钟，所以呢，他一定是又中了别的毒。中了别的毒，对，他还得要一个少的毒，然后把它往前移。第一，时间得往前移；第二，如果前面往前移的毒会消除的话，那么放黑毒的人就是凶手。比他少的有白毒、绿毒和无毒。但是绿毒是在7点，因为那个香薰啊，那个香薰它有40分钟是空烧的。它前面是蓝色。假设最快他7点先点着了那个香薰，干的第一件事啊，那个香薰要到7点40才生效。哎，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有里边有黄绿或者黄无抵消这个现象存在的话，就是下黄毒的人是100%安全的，对不对？因为在我看来，那个黄色酒，他喝了，你不管是跟绿中和了，还是跟无中和了，基本他不可能死于黄毒了，除非他只中了一个黄毒，别的毒药他都没接触过。如果他只中了黄毒的话，他的死亡时间要非常后面了。现在黄的肯定是没问题的，黄的已经变成一个100%无毒的事儿了。
黄的不是？那我现在就说吧，下酒毒的，对，可认了。哎，认啦。你酝酿的时间也太久了吧？你下的什么毒？我是6点55完事儿了之后，真回到书房了，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我去那儿拿那个毒药，下在那个酒杯里。那杯里边有酒吗？有啊，我自己倒了酒嘛，啊，你倒了酒又倒了点毒，倒点药。在这里下的吧？对。然后呢，我把奶酪那个盒撇了，把奶酪放在那个小盘上了。然后我把这2个东西一起拿到房间，很关键啊，7点左右，我看着他喝的酒。哦，喝酒的时候点蜡烛了吗？对啊，啊，他没测他就喝了，所以我是觉得他不可能拿着这个东西测一个，往上来一口，测一个测啊，都齐了，孩子们。但我还是觉得我跟你那个观点不太一致。我觉得他把5种毒药都测了。如果真少测到一个毒的话，会极不甘心的。就是这个事儿，他不会那么顺畅的写下说孩子们，谢谢你们杀了我。但是我只看他喝酒，我没看他吃奶酪，我离开了，可是奶酪盒子上有毒啊！那就说明之前已经下过毒了。我没动过奶酪，你们之前不是走了吗？你们之前不有人走了吗？肯定是奶酪上下毒去了。好 ，OK， 现在我们可以盘一下了啊。7点的时候他喝了酒，对，那么也就是又60分钟了，然后7点10分他又摸了那个，黑色，他又摸了那个毒，那么这2个加起来是，将近2个小时啊，50多分钟啊，平均下来。你就相当于55嘛。那就得要7点50，7点才会死了。对啊，对啊，但是如果他能活到那么久的话，他就一定又会中绿毒啊，他的死亡时间就会又提前啊。他肯定吃奶酪了，奶酪没了。猫吃了呀？妈呀，猫不可能把奶酪都吃了。哎，其实那个房间里边还有一个相对单纯的中毒模板，可以让帮我们确认这个时间，就是那个猫，你们觉得中了几个毒？猫只有可能中绿、白、无3种毒，对吧？如果猫没吃奶酪的话，它就只中了一个绿毒，它只中了绿毒，绿毒7点40才生效，也就是说8点猫还活着，但咱们进去的时候猫已经死了。对，所以猫肯定不是只中了绿毒，所以它得吃了奶酪。而猫吃奶酪的时间应该真已经去里屋了。啊，要不然真不能让猫吃啊。对，猫吃奶酪的时间是什么呀？我喂它东西，它不吃。对，7点半以后。那这个不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是吧？不吃的原因是因为过期了。啊，过期了，对，那就是猫7点半还活着，所以猫7点半跟你告别完之后，假设它7点35就进了那个房间，是猫吃了针吃剩下的，对不对？对，那针是几点吃的奶酪？那肯定是半点之前嘛30之前。如果他7点半之前吃了奶酪，奶酪要看他那个奶酪上面是白的还是无的。对，所以，如果判一个极端情况，就是那个奶酪里面是白毒的话，就会把时间往前推很多，对吧70加55 125，40多分钟。 40多分钟。 40多分钟的话，那就是从7点开始，7点40多它会死，对吧？一到7点40，它就会又得把氯给叠进去了。黄加绿抵消了，它闻着那一刻它就，如果叠上绿的话，就更短了。对，更短了。它闻到绿那一刻就死了，立马就躺了，因为它时间已经变成负时间了。如果奶酪里面是无毒的话，它喝完酒就抵消了。 黄加无抵消了，那就黑加绿取消了。黑加绿取消了，对。
绿加黑，然后正好是80，40除以2，40对分钟7:40 ，7点40死。如果这个奶酪里面又有白又有无呢？那就是除了绿以外，其他都有，对吧？那然后黄跟无抵消了，然后只算白黑，对。如果它又中了白又中了黑，它等于是65嘛，65你再除以2，也是30多嘛，32它就吸不到这个绿了，那它的死亡时间就更短了呀。它在绿烟还没进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死在里边了。就是说白跟绿它不可能都中嘛，对呀，所以就是说得排除它同时中3的可能，对吧？要么是白黑，要么是绿黑嘛，对吧？所以一定是双凶。是双凶吧？是双凶，因为2种毒嘛。那就需要我们继续盘一下，就是因为黑的是肯定是铁凶嘛，继续我们盘一下，说白跟绿让他们俩其中之一敢坚定的自己不是，就可以帮我们。那你为什么不能确定我啥也不是是黑呢？你纯是侦探是吧？不是我拳击手啊，搞笑呢。那所以现在给我们准备了5种毒药，对不对？那我来申辩一下我自己，我是没有下毒的。啊？那你说你下了吗？那个等会儿，我也没下毒，你也没下毒。我下了，我认。哟，下的什么？说。我下的无毒。我4点钟的时候。4点钟。对。4点钟这个东西刚到哎。就是4点之后呀，我知道那个西厨区有毒嘛，我就去了。你就直接下了？真流啊！下在哪儿了？奶酪上面，我撒在上面，撒了一点。所以那个盖儿上有一点，它查不出是哪种，但是因为它没有渗到下面那个纸上面，量少。你们觉得奶酪里还有一种白色的有没有可能？我刚才想了一个逻辑是说，那个奶酪是必须得有白跟无2种毒的。是从猫盘的啊，猫7点40之后进去。假设那个奶酪上如果没有人下白的话，猫一定会死在8点以后，因为是白把猫的死亡时间拉短了的，因为白只要10分钟。你如果是绿加无的话，45就是22.5，它就是，对，它就会8点以后死。对。那就没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绿是不是出来？绿就可以扔了，可以扔了。真的吗？对，绿可以扔。真的吗？不要说这些话，我看看。现在不认就没有机会了。5、4，真的吗？3、2、1。哎，我先那个往这边坐一坐。这不是坑吧？绿可以认了，赶快赶快！真的吗？等会儿啊，你现在认不认也差不多。不是，那是不是你们是我坑啊？我就跳进去，不是没拍我呀？是这样的，我再给您盘一遍啊。现在呢，我们只有一种可能性是绿参与了这件事情。但是不对，不能排，不能排，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幸亏没人啊！如果他先吃了这个呢？先吃了无呢？我们算极致啊，7点35他进去，吃了这个无，7点40闻了这个，于是时间点就变成22.5，
是从7点35开始算，于是他7点57.5分会死，他进来8点是可能的。幸亏没认，对不对？再说我也不是，再说咱们就是你，就是他。不是我认个什么？我有什么可认？反正炸出来一个，管他的。哎，没哪有说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我没说。无毒是没有用的，白毒是能死人的。对，就没有人敢承认自己下了白毒，没有人敢对跳说下无毒，那我们就采信了，就是黄跟无都是他们俩。对，没有人敢对跳，不是对跳的话，得有时间呀，得愣说一个时间啊，不是得说一个。谈判你们4个吧。你下的是白还是绿？问你呢？问你呢？我没下毒啊，我没下毒，你也没下毒，我没下毒，我几点才来的？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毒啊。请问，我再请问一下，香薰唱片机是在他屋里的，对不对？是在他书房里边的。所以这个毒要到书房去下，对吗？嗯，因为我俩是在西厨区，在那儿下的。下绿黑毒的人还得有时间去那里面走一趟，对，不然的话，等于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真已经回到房间了，没有时间去到那儿下了。只有3个人有可能，他们中间离开过现场的人，对吗？他说5分钟就回来了。真有戏嘱咐我们说家里有毒药，你不要碰。这个时候陈没到，对呀，对，他知不知道毒药的事儿？那能说路过看见了吗？也是可以有机会看到的。西厨区就在那儿，而且那个毒药它没有被打翻之前，它是放在桌面上的，因为针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走过路过都能看见。而且有一个点啊，你看8点的时候，我们是听到陈在1楼喊，帮忙找针在不在，就他那个时候意识到针不在了，就是那个点儿，谁会去确定说真在不在？针在不在呀？我要确定啊，因为我跟他8点钟约了要谈剧本的事儿啊，我要去杀他呀。也有可能是你给他下了这个唱片，差不多按他的习惯，他会在8点05左右死在那个房间的外边嘛。对，结果人失踪了，所以他会到处的找，就是呈现出今天开场一个类似侦探的状态，说针去哪儿了，针去哪儿了。哦，这个厉害了，侦探原来是罪犯。有一点，我小时候我是看见他从旁边那个门进来的，对不对？他才要杀我，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去没有发现他没有在那个屋里，我肯定第一时间判断他是在里面的密室，对不对？对，我就会想办法打开密室，对不对？他唯一的点，他小时候非常熟悉真的房间，所以他知道那有个唱片机，且他知道真有一个动唱片的和他抽烟是同一个手。啊，你是他的信使啊，我们都是被他特化训练的，他没有让我们走进他的生活那么多，能了解到这个程度上，其实只有陈。我不知道毒药，再一个我是看着我的房间，看着这些猫，我才想起来的这些记忆。你失忆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撒谎？我曾经看过那个文件，我知道他要在哪一天做这件事儿。你要说我完全没有失忆的话，我今天进来我就必须得杀他，因为我知道那个文件最后的日子是今天吧。哦，我明白你们意思，就是如果是你没失忆的话，你进来你得阻止我们成为凶手，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的杀机都出来了。所以你是你会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动手是吗？对呀。那他的计划是什么？
我没有计划，我没有想杀他。这么残害你，你不想杀他？我不知道呀，我只知道我的病是假的，他为什么要骗我？我是心脏病呀，他也没有弄死我。啊？如果你以后不吃这个石榴汁了，对，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嘛，其实我已经不吃了。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你就准备瞒他一辈子，就他一直给你这个药。但目前现在我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啊。有一个问题哦，我们后天就要走了。对呀，而且本来说18岁可以离开这儿，他后来不让，他就为了激怒我们嘛。激怒不了我，因为我可以，我可以继续在这里待。我说一下我的，因为我才14岁嘛。按照我当时的心境，其实我是知道这个抗凝血剂和这封信之后，我是特别恨他的，因为我体弱多病，所以大家远离我，不跟我玩。但是他把我带到这里以后，我是相信他的，每个哥哥都对我很好，我是很幸福的。我就想，如果我在福利院，我会过得比这里好吗？不一定，因为大家都对我不好。我只能说，那好吧，我就继续待在这里，就继续待在这个玻璃罩里吧。您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绿的概率大。好的，我如果能帮助我们那个厘清这个现状，我觉得我会非常愿意做这个贡献。但是我现在只能说的是，我决定当时想了个办法，把针给除掉。这就是我目前能给的答案。你不会把自己最讨厌的颜色下给自己的父亲吧？这种弑父的这种手段，我这个彻底挑战了我自个儿的恐惧，对不对？然后我一下病就好了，喜欢你。对啊，为了兄弟，你被张给感化了，说你就朝这里走。你们这种高尚的情操让我肃然起敬了，你知道吗？我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围城做不到啊，我能做到这么。你是准备全干他？我是没下毒啊，但是如果我去下毒的话，只能会下在奶酪里、酒里，因为我晚餐一直跟大家在一起哦。熏下酒毒的，我觉得奶酪下毒我干不出来，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爱吃奶酪，而那个奶酪最终也是熏端过去的。对于我来说，给奶酪下过毒就跟没下一样，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他今天什么时候是没吃、吃不吃，或者是要什么吃，所以白这毒对于我来说是不太会选的。哎，那就是河本身那个说它是无，它也有可能是白吗？它河有没有可能是白啊？河有可能是白吗？他那么认，他不是认了无吗？他又是白，他一个人下了白跟无呢？他跳了一半，跟说我跟你黄对撞了。或者他其实下的是白，根本就没有人下无。那他就比较冒险，他比较极限。我觉得我不可能撒谎的点是，我说的所有时间点，和包括我做这个动线的所有的安排，都是早于大家说时间的。我非常有可能踩中谁的时间点，因为那会儿都没聊。对，所以我跟他一样，因为这会儿谁出来认不是占位置，你必须得没有 bug， 你不然一聊就会聊崩。你非常有可能盘完之后发现不可能有无这个可能性。如果真的所有人都有下的话，那其实起作用的是白黑。对啊，因为那个奶酪里边就必须得有白和无。但如果那个奶酪里面一旦必须得有白的话，绿黑这个可能就不存在了。对，绿黑肯定不存在。
其实绿基本上应该是牌了，我觉得。你说我马上去投票了，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我是比较怀疑这4位很有可能是黑或白。然后大老师是，我觉得他是绿的可能性偏大。哎，可是我晚餐一直跟大家在一起哦。他去了洗手间，你负责白就行了呀。那我就得很早去西厨下一个白是吧？那我干嘛了？你去黑呀、你上厕所的时候去擦一下唱片机呀。这个戏被拆穿了，哇，这么快就被拆穿了吗？你先去投啊，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啊！怎么回事呗？双凶。今天起效的2种毒应该是黑毒跟白毒。我觉得合同化在时间线上撒谎，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能跟大家都撞上，所以我也觉得何老师是无的可能性非常大。那现在就剩欧、陈、大和张。陈戏剧应该不是，因为陈戏剧他确实不知道毒药在哪儿，而且他8点的时候他还在找他。然后现在能去下白跟黑毒的就应该是张和中间去过厕所的大和欧。我觉得因为君跟和已经都认了，所以说我先把白投给我们张哥，好吗？白投给张哥，只剩张哥了，没去过，所以白是张。现在只剩欧跟陈，谁是黑？今天盘来盘去，最后有一个白黑的可能性和绿黑的可能性，但是呢，刚才盘来盘去就觉得白还是应该会有，所以白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么张呢，他没有下黑的时间线，那么黑就会是在欧跟陈之间。欧呢是说他没有杀鸡，因为他说他根本不知道父亲这么去让他生病是为什么，而且他14岁，他到这找了一个家，他觉得只要他不吃药，他愿意待在这儿，有点牵强。我觉得欧是黑的可能性比较大。那谁是白？张全基确实，我觉得他的方式真的有可能，他就会是以暴力的方式。陈说他根本不知道毒药这回事儿，但是那个毒药又在路上，而且欧去上洗手间的时候，陈并没有在。如果陈认出了欧，跟他相认了，他们俩有没有可能联手呢？现在这6个人里面，我知道我不是，何是吴，君是黄，那中途离开座位的欧和大，2个里面其中一个是黑。那刚才看起来大更愿意说他是绿，那有可能欧就是黑，张就是白，那就要投。他俩排掉刚才的驱魔术和合同化，那么还有一个绿色比较安全的呢？刚才在盘的过程当中，大逃脱的反应呢，我觉得它有可能是绿色。那最后剩下的3个人就是我跟他们俩。那如果我不是的话，他们俩就是一黑一白。对。哇，天哪！下毒的人选组合，基本上锁定在下白色毒药与下黑色毒药是一种组合，另外有下绿色毒药跟下黑色毒药也是一种组合。在我的推演里边呢，我始终还是觉得猫的时间应该不会那么的极限，
所以绿黑的这个可能我比较倾向排除的。然后总体上来说，架在唱片机里边，这是还是需要对真有戏的生活习惯极其了解。就我们这些人里边，可能只有陈戏剧能符合这个作案条件，所以我还是比较笃定的认为陈戏剧是下黑色毒药的人。至于另外一个下白色毒药的是谁呢？有2种可能性，因为一直在怀疑的就是欧小花的可能性，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何要撒一个非常可怕的谎，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下那个无色的毒药，他其实下的是白色的毒药，所以我的2票投给有一种不想地狱感。真难啊！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机》第11案中，谁是杀害真有戏的真凶呢？今天，我们一共投出了3对组合。3种组合。好。分别是陈戏剧和欧小花。真是不好意思。哇，你们俩，反正3种组合都得有你，对，肯定有你。反正怎么都得有你，是不是？陈戏剧是一种组合和张全基，以及张全基和欧小花。还有这个组合，还有这个组合呢？陈张欧，他投的呗，他投的呗。哦，是啊。但这票型有点奇怪。啊，没有人投大，没有人投大啊。小绿肯定不肯，大老师用一种非常神奇的方式，非常的自然，没有人看出来我是绿的，对不对？没说胜有说。你还不如就跳了呢，光明。不要说这些话，我没有跳什么跳，此处无跳胜有跳。逗死了。好，来吧，来吧。 3种组合，究竟谁的票数更高呢？那指定还是你俩去吧。欧小花投给张和陈，有可能。陈戏剧投给张和欧，张全基投给我觉得合同化撒这个谎太冒险跟激进了。如果说合同化当时下的其实是白色毒药，但他骗大家说我下的是一个无色的毒药，但他无法排除2个人同时跳出来认无，而对方是一个真实下无色毒药那个人的话，他撒这个谎就会穿帮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排除合同化吧。我最终还是把2票投给欧小花和陈戏剧。欧和陈，我们3个互投。1比1比1。合同化投给欧和陈，你是2票。熏魔术投给下黑毒的在大和欧里面，就应该是欧吧。然后就剩张了，张说要拿拳击打死他，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太相信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下的白毒。张和欧，又2票，平票啊！看你了。大逃脱投给也别看我，我就觉得他写的就是你们都做了这件事儿，我觉得欧就应该参与到其中一点了，要不然真不可能写
你们都做了，我相信他应该还是要死的时候把所有愿望都实现，所以我把黑投给欧。好，张和欧，张和欧3票，请进铁笼。我们你们投了一个不可能的组合，因为他肯定是黑啊。张全基和欧小花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失败！这肯定是黑。侦探变成罪犯，侦探变罪犯 ，Oh man！ 哇，所以是欧和陈，我投对了。没有，你快宣布吧。没有，是张跟陈吧？本案的真凶是没错，我就是本案的真凶之一。好多吧？哇塞，他真的好敢！他说了一大谎，这个凶手玩的太好。跳的舞你是知道有人知道舞吗？我不知道。那万一有人跟你对跳舞怎么办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从心里觉得，因为毒源有限，我知道奶酪是我放白，但只有4个地方有，我觉得一定有人没有投毒。我是没有下毒的。我也没下毒，你也没下毒。快我盘了一个时间线，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出来跳，跟他去一相综合，就一定是安全的，就是无一定是安全的。黄呢？不是，那我现在就说吧，下主毒的。对，我下了，我认哟，下的什么？说无毒。我4点钟的时候，对，就这个时间点特别好。白跟黑是死凶，所以我必须要跳一个早的时间点，哪怕有人跟我一起下了无，我也敢比他说我先跳的，你是跟着我。就是他已经做好了有人跟他对跳舞的准备了，所以他一定说我先跳的，你是假的。那你那会儿怎么确定就是说你敢说你是无而没有选绿呢？我只能认一个我下过的地方、时间点、地点，我没敢撒谎，因为绿是抹在蜡烛，我又没时间点去，所以我绿是非常危险的。你最后你再说是不是白也是你下的？我说不可能，我就是一定要笃定。我有可能是白吗？或者他其实下的是白，根本就没有人下无。我说的所有时间点和所有的安排都是早于大家说时间的，我非常有可能踩中谁的时间点，因为那不是占位置，你必须得没有 bug， 你非常有可能盘完之后发现不可能有无这个可能性，因为我在时间点、地点我没敢撒谎。好吓人！哇，赢得好漂亮！那所以无下在了哪里呢？他下的黑你是白，我是白，他是绿，他是黄，只有这4种，没有人下我，没有人下我。我们在干嘛？我们俩，哎呀！现在可以扔了吧？对了，我的关键证据是我的钢笔，就放在我房间的那个绿植的插的那个盆里，所以我是用钢笔挤了一点白的，挤到那个奶酪上面。你那黑怎么弄的？我就隐瞒了一点。我当时确实身体不适，但是那个真带我去厨房给我倒了杯水。哎呦，你就看见了。你不是差一个杯子吗？哎，是少一个杯子。他的杯子呢？你看，你看，在哪里？在我屋的桌上。哇塞，杯子啊！关键性证据是我拿了一个隐形眼镜的盒在我的抽屉后面，装了那个黑色的一窝端。
然后真把我送回房间之后，我就立马出来拿隐形眼镜盒装了，然后趁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去抹在了唱片机的按钮上。哦天哪，太难了，厉害厉害，好棒啊，精彩精彩！请送上徽章。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一人3个，是不是？评分吧。0分还好一点，要每个人6，有点不高兴了。每个人6个，那还不高兴吗？谢谢，祝贺，谢谢大家，谢谢。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谢谢大家。推理探案来芒果 MCT 大侦探10年线下展。再见啦，拜拜。我们从这边走。走喽，大佬，我们开始走。拜拜。太感伤了。啊天哪！你是真的也没有的，没下的。没有啊，咱俩最冤了。何老师玩太狠了。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郭慧法官，小七好，孙老师好，肖丹法官，大家好，张老师好，和沈一斐教授一起陪大家来探讨这一期的案件，欢迎大家。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聚焦家庭教育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在 M 市郊区的一座庄园里面，真有戏收养了6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组建了真心之家。在这个看似充满爱与希望的背后呢，却进行着一场由真有戏操盘的疯狂实验，不停采用各种手段刺激孩子们的心理创伤，加重他们的病情。在今天，好哥哥、合童话、大逃脱、驱魔术分别给真有戏投下了4种不同的毒药，最终好哥哥和合童话所下的毒药导致了真的死亡。所以现在，请法官对本案的凶手进行定罪，并且出具量刑建议。由于本案中的嫌疑人在投毒之前，几个人是没有犯意联络的。我们要求共同犯罪是必须共同犯罪人之间要有犯意联络，因此这4个人的行为是不属于共同犯罪的。根据他们的行为符合的犯罪的构成要件来定罪量刑。显然，好哥哥合同化的行为是触犯了咱们国家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应当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考虑到这个案子里边合同化属于未成年人，根据国家刑法的规定呢，已满16周岁的人应当对所有的罪名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年龄的角度来讲，合同化是应当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呢，大逃脱呀、驱魔术啊，虽然说他们的投毒没有导致这个被害人的死亡，但是他们第一有故意杀人的这个犯意，第二呢，他们有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说他们应当承担故意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本案当中，驱魔术患有人格分裂的精神疾病，像这样的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院会如何进行定罪量刑？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刑法总则第18条有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是不负刑事责任。还有一种间歇性的精神病人，他可能精神正常的时候他去犯罪，那么这个时候他犯罪呢，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还有一些精神病人，他发病处于一种发病状态，但是他还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他犯罪呢，他虽然说还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我们根据他这个具体情况是可以对他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还需要强调的是，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从家庭、社会、国家的角度，这个人就不负相应的其他的责任。比如说，他们的家属就要对他进行严加的管束。如果家属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管束，那么
国家和社会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强制医疗，通过在精神病院采取一定的治疗啊、束缚措施，免得他这样的有暴力性、攻击性的这种精神病人跑到社会上去危害别人，其实对他自己也是一种伤害。那么我也要问一下沈老师，从您的角度怎么来看，就是精神疾病患者犯罪这样的一个现象？首先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就并不是所有的精神患者都会是犯罪分子。绝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其实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沟通有障碍，但不见得一定会伤害他人。但是少部分的精神患者的确是具有一些暴力的倾向，比较容易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但既然他是犯罪的，不管他是有精神病还是没精神病，他只要是成年人，他就应该承担责任。为什么他犯了刑事罪，就因为他是精神病，他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呢？他杀了人，那他不就说明他控制不住吗？他对社会的危害不是更大吗？刑法里边我们讲一个人啊承担刑事责任要主客观相一致，就是我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我要知道我实施的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比如说拿刀去杀人，那当然知道拿刀捅进去的那一刻，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致死、不死或者也得致残的这种后果，这就叫主客观相一致。但是对于精神病人来讲，同样是一个精神病人，他拿着刀去杀人，因为缺乏认识自己行为性质的这么一个能力，或者说他认为是这个人是来侵害我的，这种假想就是精神病人完全丧失了正常的辨认、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对于一个精神病人来讲，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也没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从刑事责任的角度，他不会承担责任，也没法让他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作为精神病人，他就没有主观这个概念。没错，他这个是缺失的，他就是没有主观了，他只剩下客观。那既然是这样，就不适用主客观一致，因为主客观一致的前提是主观必须首先存在这个主观，你才能去判断它是不是一致。没错，所以说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咱们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讲，我们当然讲要关爱精神病人。另外一个，不管是我们刑法，还有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们都在不断的完善对于精神病人的救助、救治、管束的这么一个整个社会体系的构建。对。真有戏为了完成这场疯狂的弑亲实验，不允许孩子们离开庄园，并且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心理创伤，甚至试图杀死发现真相的好哥哥。真有戏的一系列行为又会分别触犯哪些法律？真有戏是禁止孩子们和外界接触，长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孩子们进行精神上的控制，激化他们本身就存在的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导致孩子们的精神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真有戏的这种行为呢，就有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虐待罪。好哥哥发现真相以后呢，真有戏呢也是想通过各种手段企图灭口。那真有戏的这种行为呢，显然就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我们也看到，真有戏对于孩子们的控制呢，基本上都体现在精神和心理层面，而不是说直接在肉体上实施暴力。对于这样的情况，在法律上有哪些条款是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健康状态？法律通过各种手段或者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健康，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促进法第5条也规定，家庭教育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还有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比如经常性的谩骂呀、贬低啊、威胁啊，那它就是属于这种精神方面的侵害。明白。现在有个词语叫煤气灯效应，讲的也是说通过心理控制来扭曲受害者的认知和感知，使其逐渐丧失自尊，并且产生自我的怀疑。而在亲子关系的场景当中，这种煤气灯效应一般会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实际上我觉得煤气灯效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操控者在主观意识上他是有一个想要改变你认知的这个意图的，他自己是知道真实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像我们的这个故事里，它不是真正的亲子关系，然后它是有目的的，
但是在大部分真实的亲子关系里面，我觉得用这个概念很容易把真实的很多问题给忽略掉了。一方面，我觉得背后的这些真实的问题、具象的问题还要去看到它，因为父母的确在主观上并没有说要去操纵孩子，但是呢，他的确在行为上，他觉得我是对的，你需要来照我的话做。他背后有一些恐惧的、焦虑的心理在后面，比如说外面很危险啊，实际上他觉得外面一点都不危险。但我要告诉你外面很危险，所以我不让你出去。不是的，你会发现这些父母真的觉得外面都是拐卖小孩子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强调，父母的做法其实它产生最后的效果，甚至比煤气灯效应可能是更加严重一点的。比如父母的这种打压，孩子是天然的信任父母的，尤其孩子也知道父母真的是爱他的，所以在这种以爱名义下，最后人生越来越处境艰难，他挣脱的力量也就变得更小，反倒会使得他自己的这种生存的意志、发展的意志因此而被打消掉。所以我们父母要反思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站在所谓的事实立场上，你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当孩子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个人的声音是不是也应该被平等的对待，应该被听到。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父母一直要经常反思的。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外边的世界在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的情况下，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意识，你贸然的去闯荡了世界，那必然的会伤痕累累。父母一定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有些父母就是那种极端自信的，我什么都是对的，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来。可是大人，世界变了。对。请记得，保护孩子的目的最后是让孩子勇敢的去面对事实，能走出去。如果你保护孩子最后是让他紧箍在家庭里，那就不叫保护，那是你把他限制行为了。真正的保护是让他充满自信心，我背后有人，我背后有支持力量，我愿意去直面这些问题，我愿意冲出去，这才叫真正的保护。所以我是一直觉得父母有的时候是反省，是对父母来讲是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重要的。如果真的是发觉了自己受到了煤气灯效应的影响，他可以用哪些方式来摆脱这些对他的心理上的控制？当我们在一个煤气灯效应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认识到，爱只能从有爱的行动里面去体会，而不能从负面的行动里去体会。如果这个爱是让你对自己产生了很多的负向的评价，他的话语也是负向的，甚至他的行动也是让你更受限的，像这样的行动都不是所谓的爱的概念。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是要增加你的理性思维，就当你碰到这些事情，你去问问看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子，我得自己去衡量，我不要把这个测量的这个权利交给别人，你就更加能够走出这样的被操控。被操控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感性太强了，理性很弱，有的时候是要通过理性的思维去解决的。当然感性本身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真有希是通过收养的方式来组建了真心之家，但是作为孩子们的养父，在法律上他应当承担哪些责任？民法典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以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那养父母对养子女主要有抚养教育的责任，比如说为养子女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让养子女接受教育，还有关心关爱养子女的身心健康等等。同时呢，养父母对养子女还有保护和监护的责任，比如保护养子女的人身安全，维护养子女的合法权益，对养子女的行为进行合理的监管和引导等等。那真有希作为这个孩子们的养父，在表面上关心过后，持续用心理操纵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这种精神的虐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解除他和孩子们之间这种收养的关系呢？如果出现了收养人虐待被收养的儿童，法律上呢是允许解除这种收养关系的。民法典规定，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这里所谓的送养人呢，既包括养子女的亲生父母，也包括对养子女有抚养义务的其他人，还包括呢社会福利机构等等。如果说送养人和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
被收养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们如果与养父母的这个关系恶化，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双方呢也是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真有戏和孩子们的关系呢，也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生活当中家庭的现状，比如说父母在家里面要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作为孩子呢，只能服从父母的要求。对于这种现象，沈老师怎么来看？传统的文化里，我们是叫家庭主义，就是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个体的意志在家庭里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一个家庭怎么壮大。家长常常代表家庭里，他就具有绝对的权威。大家为了家庭的发展，就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下，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权利保护都不是一个讨论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在转型的过程中间，社会快速的转变，可是文化是具有滞后性的。很多的家庭关系里依然会有这样这种父母还觉得自己是所有家庭利益的代表。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权威，我们是民主。很多的父母他们现在学了一套话语体系，会给孩子选择。有一个青少年就说了，我妈可民主了，我们两个的决策是一半一半，当我和他一致的时候听我的，当我和他不一致的时候听他的。有2个选择，如果我选了 A， 他就说好，选得很好。但如果我选了 B， 我妈希望我选 A 的，他一定会用种种方法，最后说服我，其实 A 还是更好的。这种民主会让孩子会觉得，其实你还是觉得你是对的，你还是希望我屈服的，只是你用了不同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其实也会给孩子造成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它会破坏孩子对父母的信任，觉得你讲的是一套，你其实真正做的另外是一套。甚至我们在一些极端个案里发现，这种以爱的名义的这样的一种民主，更让孩子觉得没办法反抗，因为你本来权威性的，我还跟你对着干。现在呢，我会觉得你真的是很爱我的，你也对我很好，那我可能真的是我有问题，最后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要引起重视的。的确，就是扭曲的家庭关系，就是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伤害。本次故事当中，不管是真有戏还是各位嫌疑人，他们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所做出的极端行为，或多或少都和他们的原生家庭相关，所以这个原生家庭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孩子们？实际上，孩子在受影响的时候，除了原生家庭以外，还有他当时生活的环境，然后呢，他的学校，还有他处的伙伴，这些东西都一起在影响孩子。所以呢，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一定决定了孩子的这种发展？在社会学上一定是不成立的。所以，原生家庭对孩子有影响，但它并不起到决定的作用。第二个，我们要强调，原生家庭在社会学上常常就是滞后于孩子需求的。跟00后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概念都不一样了，很多理念在他们看来就是很落后的。第3点，父母要做好情感支持，原生家庭不要成为那个拖后腿的。今天的孩子在学业压力，在生存环境里，虽然物质条件好了，可是他的心理的很多问题，其实比以前是要更加的艰难和艰巨。我们当然寄希望于社会能对孩子支持，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最能把握的还是我们家庭。如果我们家庭这一块最后的承托走掉了，那对孩子来讲，他真的就是在丛林法则里生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鼓励家长重视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对，现在很多人，社会上剖析一个犯罪分子，他的整个发展到成为犯罪分子这么一个历程，很多都会把责任去往原生家庭上，他是原生家庭不幸，或者说他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家庭，所以导致他走上犯罪道路。这是不符合我们事物发展的正常的一个规律和现象的。原生家庭啊，或者说所处的家庭，一定会对一个人的成长、发育、成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我们讲都是社会化的动物，他一定除了家庭以外，还有所处的环境、经受过的教育，包括我的朋友、师长、同僚，包括面对社会，我去跟人家打交道，这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很多人他可能连去买个菜都跟别人去吵架，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怪罪你的原生家庭，这个家庭担的帽子也太重了吧，他担不了那么多。特别同意郭法官讲到的这个点，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自己的问题都归结在原生家庭上面。这种观点不仅将极端案例放大化了，
否定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因素，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也否定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原生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有可能是我们的束缚，但它有可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不要忽略当下和未来的幸福，不管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重新的解释。今天我们的案件的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家庭教育不应该是一场私人的实验，而是2代人共同书写的情感的诗篇。所以当我们习惯将父母定义为摆渡人时候，或许更应该清醒地看到那些看似单向的引领和成全，实则是双向奔赴的生命对话。而良好的亲子关系更是应当像2颗星辰，在彼此的引力当中校准轨迹，在交织的星轨里面镌刻永恒的共鸣。那么再次谢谢3位今天的分享，我们本期的大侦探合议庭到这里了，下一期再见。好，再见。这样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反而是人为制造的一个悲剧啊！给这些孩子提供能刺激人性种种阴暗面的刺激，然后放大他们的性格缺陷，放大原生家庭给他们的创伤，然后最终再给予他们充分的动机和手段，只为了证明当年他所做的一切不完全是他的错误。一个人内心小时候遭受过的种种的不幸，所带来的他成年以后，就是变成了这种一个特别不健康的心理。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挺悲哀的。真有戏把这些孩子最珍贵的那一丝善良给赶走了，然后想让这个人性中最不堪的一面展露出来，以证明他不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怪物。我觉得是一个挺残酷的事儿。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副人格看似好像是比较凶狠，然后比较阴暗，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他也有很好的一面，因为他一直在保护他的弟弟，他还是在进行一个自救，他到最后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受到过一些伤害的心灵，或者是有苦难的心灵，其实也都有可能找到一些救赎的方式，有可能是友谊，也有可能是自己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想、一个事业，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如果你在伤心、难过、痛苦、在深渊的时候，你想找一个朋友能帮你走出来，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朋友，就要做自己的朋友。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跟你一样的，然后善良的、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其实像今天那个张对我这种朋友的感觉，我们总是在很失落、很痛苦、难过的时候，会想，如果有一道光照到我们，我即使掉到了深渊里头，那个光照进来，我好像有一道希望。但是那道光不出现，你就永远感觉自个儿在深渊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在任何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能量，或者是能多多的去寻求身边人的帮助，不要一个人去承担这种痛苦的感受。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分享出来，让身边的人能感受到你现在的状态，能挽救自己于水火。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